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，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。时隔4年，美国航母打击群再次驶入朝鲜半岛海域。在俄乌战争爆发后，芬兰与瑞典两国考虑共同加入北约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款无人机完成了近39小时飞行的世界纪录。精彩节目即将开始。时隔4年，美国航母打击群再次驶入朝鲜半岛海域。4月12日，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报道称，美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艇在4月11日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，随后进入日本海。这次并不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单独行动，而是由4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面舰艇以及美国海军基萨奇山号2栖攻击舰，伴随林肯号由对马海峡一同进入日本海，在12日与日本自卫队的舰艇举行了联合演习。这是美国航母打击大队时隔4年5个月再次进入该海域。韩美媒体均认为，美方此举在威慑近期多次进行发射活动的朝鲜。韩联社12日援引韩军消息人士的话称，林肯号航母目前在韩国东南部城市蔚山以东海域。韩联社表示，美国航母上次抵近朝鲜半岛就造成了朝鲜的局势紧张。2017年11月，朝鲜进行了火星15洲际导弹试射，当时美国海军里根号、罗斯福号、尼米兹号3艘航母曾同时现身日本海，并与韩国海军联合举行高强度演习，引发局势紧张。据韩国 KBS 电视台报道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在半岛东部海域停留5天左右。此前虽有消息称韩国海军或与美国航母打击群开展联合军演，但双方最终决定不举行联合军演，由美日韩三方军演调整为美日联合军演。也有日本媒体认为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行不仅是为了震慑朝鲜，也是为了对俄罗斯进行施压。在土耳其将黑海海峡关闭的情况下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选择进入日本海，来到俄罗斯的大后方海域进行战略施压，让俄罗斯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况。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的沉没，让全世界看到了俄罗斯海军的虚弱，根本无力对抗美军的航母战斗群。从打击能力来看，林肯号这支特混舰队的实力非常强，抛开跟随的海自舰艇和基尔萨奇山号2栖攻击舰不说，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实力就不俗。这次林肯号航空母舰既有伯克级驱逐舰护航，也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伴其左右。而通常情况下，美国海军1艘航母至少要有6艘护航舰艇。美国海军发布了林肯号航母在日本海的活动中只有4艘护航舰艇，其中还有1艘日本海自的驱逐舰，可能是其他几艘舰艇在外围进行警戒，没有参与摆拍。林肯号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5号舰，可以搭载50架左右的 FA-18EF 舰载机，此外还有4架 EA-18G 电子战机以及4架左右的 E-2D 舰载预警机。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一天最多可以出动120到150架次舰载机，其护航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均装备有标准2、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标准3反导导弹。一艘伯克级驱逐舰最多可以同时拦截20到25个不同距离的目标。这样的一支航母打击群不仅具有极强的攻击能力，其防御能力也可谓是密不透风。在俄乌战争爆发后，芬兰与瑞典两国考虑共同加入北约，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，并且200多年来未参与过战争的瑞典，在本周明确表示，该国正在考虑加入北约。4月13日，在与芬兰总理桑纳马林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，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·安德松强调，瑞典政府将于5月下旬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出应对方案。就在3月初，安德松还未曾考虑让瑞典加入北约这一选项。他当时称，瑞典在目前的情况下申请加入北约，将进一步破坏欧洲这一地区的稳定，并加剧紧张局势。而俄乌战争的持续发酵是推动瑞典政府改变心意的主要原因。但近期邻国芬兰在是否加入北约问题上的积极表态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瑞典的选择。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，越来越多的芬兰民众要求加入北约。去年的民调只有 30% 同意加入北约，今年在3月初就增加到了 60% 以上，目前可能更高，而且芬兰民众更愿意与瑞典共同加入北约。对此，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给出回应，表示如果芬兰和瑞典提交申请希望加入北约，那么北约将会对其表示强烈欢迎。他承诺，如果瑞典和芬兰提出正式申请，北约会敞开大门让其成为正式成员。按照北约的说法，如果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提出申请，北约30国将很快批准他们加入，而且将会特事特办。
也有可能允许这两个国家闪电加入北约。由于芬兰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中立国，在政治和军事上需要顾及俄罗斯的态度。实际上，芬兰跟俄罗斯有着100年恩怨，从沙俄皇帝彼得一世占领芬兰起，到二战爆发，苏联和芬兰爆发冬季战争。虽然芬兰在战争中保住了大量土地，但仍然有10%的土地被俄罗斯侵占，这让芬兰一直耿耿于怀。但由于俄罗斯的巨大威慑力，芬兰不得不采取一个很特殊的中立态度。二战以后，芬兰以中立地位拒绝彻底加入西方阵营，成为西方和苏联的中间地带，同时在政治自主独立的前提下，与苏联保持了睦邻关系，甚至装备有苏联的米格21战斗机，与苏联签订有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，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生存。而如今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军事行动，令芬兰这个与俄罗斯拥有1000多公里边境线的国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。而乌克兰多次呼吁北约在其境内设立禁飞区，被北约无视，也表明了非北约成员国与北约成员国截然不同的待遇。如今的国际形势似乎更加容不下中间派，只有抱团站队才能够获得生存空间。因此，芬兰与瑞典考虑加入北约，对于两国而言是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。而对此，俄罗斯发出警告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，假如芬兰、瑞典胆敢加入北约，以此来重新平衡地区局势。然而，从俄乌战场上俄军的糟糕表现来看，俄罗斯的威胁似乎再也没有以前管用了。俄罗斯大举进攻乌克兰，目的就是防止自己的邻国加入北约，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其结果反而是一拳没打开，引得百拳来。周边邻国纷纷寻求加入北约，进攻乌克兰这步棋走得可谓是彻底失败了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款无人机完成了近39小时飞行的世界纪录。2022年4月11日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，其特殊配置潜行者 VXE 无人机于2022年2月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格丽塔牧场完成了近39小时飞行的世界纪录。该款无人机最初开发于2006年，多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升级，以提高其续航和侦察能力。最新的版本及这次打破纪录的潜行者 XVE 是可以装载2个塑料箱里的便携式无人机，可以由1个人组装，并且配备了自主航空电子设备，只需要1名操作员就可以完成全部任务。这款无人机是开放式结构，可根据任务要求进行配置，采用4旋翼加机头螺旋桨组合动力，起降时采用4轴螺旋桨垂直起降。因此，不像传统无人机需要滑行跑道起飞，进入飞行姿态后，使用机头螺旋桨作为动力，4轴螺旋桨收起，从而最大限度节省动力。该款无人机使用电力推进，由乙丙烷为燃料的固体氧化燃料电池提供动力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你认为芬兰与挪威加入北约最快会是什么时候？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